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中国速度，只为每一程的自信从容。历经千锤百炼，只为与你守护所爱，相伴而行。不论冬夏，抵达心中远方，让科技回归生活的温度。人本科技，全心为你。这是一段关于进取的征程。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这是一段关于进取的征程。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中国速度，只为每一程的自信从容。历经千锤百炼，只为与你守护所爱，相伴而行。不论冬夏，抵达心中远方，让科技回归生活的温度。人本科技，全心为你。这是一段关于进取的征程。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中国速度，只为每一程的自信从容。历经千锤百炼，只为与你守护所爱，相伴而行。不论冬夏，抵达心中远方，让科技回归生活的温度。人本科技，全心为你。这是一段关于进取的征程。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中国速度，只为每一程的自信从容。历经千锤百炼，只为与你守护所爱，相伴而行。不论冬夏，抵达心中远方，让科技回归生活的温度。人本科技，全心为你。这是一段关于进取的征程。数十年来，我们恪守技术底色，以持续进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德系底蕴融合全球智慧与中国速度，只为每一程的自信从容。历经千锤百炼，只为与你守护所爱，相伴而行。不论冬夏，抵达心中远方，让科技回归生活的温度。人本科技，全心为你。Next launch event is about to begin.
something. Wouldn't fight for this. I'd fight. And I can see all the and I can see all the my sky's on fire. My sky's on fire. My sky's on fire. My sky's on fire.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总监李俊先生。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Li Jun. 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以及所有关注 ID.ERA 9X 的用户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相聚北京，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在刚才的那支短片里边，有3个关键词：进取、可靠、贴心。我们用进取回应时代的每一次召唤，用可靠守护每一次出行，用贴心打造用户最在意的体验。ID.ERA 9X 是上汽大众合资2.0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自预售开启以来，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目前订单客户已经超过了5位数，并且在没有正式上市、没有公布最终售价的情况下，已经有超过3000多名的用户提前锁单了我们的9X。此时此刻这个数字还在攀升，感谢这些用户朋友们，衷心感谢你们对大众品牌的绝对认可和信赖。而我想，这份认可的背后，真正打动用户的，正是 ID.ERA 9X 所秉承的人本科技的理念。9大黑科技，9个贴心设计，不是为了造概念、堆参数，而是从用户真正的需求出发，把一台车该做好的事情一项一项的做到位。那么在新能源时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用户重新把目光投向上汽大众，选择 ID.ERA 9X 呢？答案显而易见，大家选择我们的理由，首先一点就在黄金增程这4个字上。ID.ERA 9X 首先解决了一台增程 SUV 最根本的事情，让我们的用户无论去往何方都心里有底。大众 EA211 黄金增程系统，超过400公里的纯电续航，1651公里的综合续航，再加上800伏的高压平台，正是这些硬核实力，让我们在预售发布会上有底气把 ID.ERA 9X 定义为静谧之王、省油之王、亏电动力之王。无论是日常的通勤、周末的郊游，还是长途的探索，都有超乎想象的从容和安心。这就是增程新王的底气。在3月底的预售会上，我们开启了万里长歌的征途，满级实力，无惧远征。从新疆出发，经过古丝绸之路的旧道，期间我们穿越了3亿年前古特提斯海底遗迹的博斯希拉峡谷，杜里海横穿巴尔干半岛，向西征战纽博格林北环，一路北上探访包豪斯，最终抵达德国大众的总部沃尔夫斯堡，获得了大众集团的高管和我们欧洲同事的高度认可。请看大屏幕。
it's very comfortable, it's very modern inside. Yeah. I'm a little bit jealous. For me, this is my day, my dream travel. So I want to drive this car back to China. It looks simple, but it was a lot of fun. It's really amazing. Yeah, this is a beautiful car. Very well made. We don't have a car like the ID Era 9X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No, we only have it in China. And so we always look at opportunity. Is there a demand in the market? And we're totally open to this. Choosing the other one. I was choosing the other lane, yeah. But now I do nothing. It's not a car that only works in China. Oh, wow. That's crazy. 刚才的这支视频里边，记录了 ID ERA 9X 一路向西的历程，以满级实力赴时代之约。在这条远征线上，最让我们兴奋的一站就是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全长超过20公里，73个弯道，300米的高低落差，再加上变幻莫测的天气，让这里有了“绿色地狱”的称号。可以说，在这里一台车到底强不强，跑一圈就知道。而这一次，我们的 ID ERA 9X 更是以零电量跑完全程。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大家看到了吗？零电量，零电量，平均时速110公里每小时，最高时速184公里每小时，跑完纽博格林北环。要知道，我们很实在，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强，直接上赛道。这就是我们给用户这就是我们给用户交付的标准。现场驾驶的车手刚下赛道就兴奋地跟我们反馈说。ID ERA 9X 的动力和它的过弯表现完全不像一台家用 SUV， 它的防侧倾的控制，它的动力表现比很多运动的轿车还要更加的稳健。EA211领衔的黄金增程系统，灰电动力之王，行云智能底盘，操控时刻在线，这就是我们在纽博格林北环为增程定义的新标准。我们相信，融合了德系底盘和中国智慧的 ID ERA 9X， 今天已经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而这其实也正标志着上汽大众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更加进取，也更可靠。除了黄金增程以外，云栖智能座舱也是大家选择 9X 的理由。在 ID ERA 9X 预售开启之后，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到了我们全国近1000家线下门店体验了我们的车。有的用户说，大众 9X 的动态零重力座椅坐起来又柔软又安全，也有的用户被我们的 Smart Surface 魔术屏深深的吸引，还有用户说这台车的智能配置非常的丰富，真的把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全都照顾到了。但让我们尤其感到振奋的是我们的行云智能辅助驾驶，今天更是成为大家选择我们的重要理由。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的用户试驾的过程当中，超过90%的里程都开启了智驾。接下来，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支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媒体和用户最真实的反馈。请看大屏。那么通过这半个多小时的城区智驾体验，我们能看得出来，目前 ID ERA 9X 这台车，即便是在相对于更复杂的这种城区路况下面，它的驾驶辅助能力，我们依然能够看得出来是非常优秀的。它整个通行效率其实也是蛮快的。那如果说是你是冲着辅助驾驶来的话呢，我觉得这台车你完全是可以放心去入手的。这次试驾下来，我对它最好的印象反而不是它有多炫，而是它够顺。
它不会因为周围情况复杂就一直僵在那儿，绕行也非常自然。能把这么大一台车放进这么碎、这么挤的城市道路里，还能把节奏跑顺，没有任何的效率接管，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挺说明问题了。这个我觉得他确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这挺好的，而且是很稳健的，真的像个老司机。他不是说老司机给你一种他开车很牛的感觉，就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是有思考的，这个就很好。所以说，Momenta的驾驶辅助目前真的是行业的主流表现，因为它的决策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安全和通行效率的综合处理上是比较均衡的，没有短板。那总的来说，它变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就变道完全不犹豫，很果断，非常果断，而且整体方向打得也很顺畅，没有什么突兀的感觉。全新上汽大众 ID.L 9X， 它这个智驾逻辑就是非常的胆大心细啊。这一路上大部分时候都开着辅助驾驶，它真的特别的智能，就我感觉好像有一位老师傅在领着咱们在走一样。有了它的辅助，我们真的游刃有余了很多。智驾方面啊，这台车的 Momenta 智驾做的是非常的完善的。那整个的高速行程几乎都是用智驾在跑啊，没有让我们更多的去干预其中，所以开起来这么长距离的高速驾驶，也仍然不会让我感到比较疲惫。一路上呢都在开车，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智能辅助驾驶，不管它是城市道路还是高速道路，都非常的实用，轻松不少。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我们的用户朋友，大家对我们的 ID.ERA 9X 的行云智驾都非常的认可，安心、丝滑、高效，任何场景下都足够好用，是绝对的智驾第一梯队。但这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因为智能辅助驾驶的终点肯定不只是复制人的经验，它更是要超越人类的局限，迈向更高维度的安全和效率。在3月的预售会上，我们就已经宣布 ID.ERA 9X 将首发搭载 Momenta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那有朋友问了，现在的 R6模型已经如此优秀，那号称和特斯拉 FSD 不相上下的 R7该有多强？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了，是真的很强。话不多说，视频为证。我们正在无保护的左转啊。然后就等于是在直行车辆，我肯定得让，对吧？好，我现在再继续等，因为已经直行车辆把我前面都占到了。有一个窗口期，我就直接过来了。对，出环岛呢，其实这边是有一个行人的，他还礼让行人，他让了行人。哦，这个太文明了，我们走太文明了。这连 AI 能够读懂这行人的手势了，已经。对，前面呢有一个占道车，直接把我这个道给占了。哦，这个变道非常直接过去啊，好丝滑，这个对，毫不犹豫。你看啊，我们现在这边有入侵车道的相货，然后我稍微踩了脚刹车，然后这边有对向的车等待，我直接从缝里面过来了。好，一直在左边右边的各种各样的绕行。哦，你看前面好倒车，他倒车，然后我往右边躲闪。哦，并且我直接绕开了，哇！可以，这个太丝滑，老司机行为这是啊，非常精准的豁口接到避让。右侧有占道车，并且存在着人上车的动作，然后门还开着，我把门的距离也给让开了，然后更多的接到。因为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在世界模型里面呢，对整个就刚才左方来车，我们也是提前的去降速，然后赶上这个右转。对，现在有难点了，中间有占道车。然后我们直接往右边绕行，这个过程非常顺，我感觉对他们太没有难度了。对，支架其实只有好用和不用两种，一旦不怎么好用就干脆不用。那 R7对用户带来的价值就是让用户真正的能够安心去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产品，因为它效率足够高，你也不会着急，然后呢，它又非常的丝滑，也不会让你受到惊吓。所以呢，整个一个很有信任感、值得托付的一种感觉。我以判官来说的话啊，因为让后座的2位来表达的话，大家总觉得说是自己吹，但是我还是可以说，确实已经达到了我认为的同档次路况里的 T0级别的，截止到现在26年的4月份，高阶辅助驾驶能力的这个天梯榜里面的现在头部这个位置。我没有吹牛吧？今天我们也再次请到了 Momenta CEO 曹旭东先生，向我们展示 Momenta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的强大实力。有请旭东。旭东，欢迎旭东。在您介绍R7之前，
我还想问一个大家都非常好奇的问题：为什么这次Momenta R7选择在上汽大众 ID. ERA 9X 上首发？谢谢金总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再聪明的大脑也需要一副特别强壮的身体，才能把能力真正的发挥出来。R7的最终的表现不只是看感知和决策，最后还是得落在整车的执行能力上。是的，这一点呢，恰恰是我们上汽大众的强项。大众行云智能底盘传承了100年调教的经验，这一次呢，还上了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功能，极限空间倒车、颠簸路面的通行体验感都大大的提升。没错，还有一点啊，那就是大众一直以来的对安全的坚持。比如说呢，行业 AB 做到100公里每小时刹停就已经达标了，但大众直接拉到了140公里每小时，预留了充足的安全冗余。那这一次呢，我们还和大众共创了雨雪模式，经过反复的验证和打磨，保障极端场景下的安全。此外呢，在底盘的执行响应上，大众也进行了多轮的调教，优化响应延迟，提升了各种路况下的行车安全。这种对安全的共同的追求，让我们坚信在 ID. ERA 9X 上首发的我们的 R7是最合适的选择。是的，即使是那万中无一的场景，我们也要万无一失的守护。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用户们最期待的部分 ，R7强化学习事件模型究竟强在哪里？有请曹旭东先生为我们深度解读。感谢金总。感谢大家。让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先来看一支短片。300年前，一颗苹果坠落，人类读懂了物理，物理驱动人类文明一次次跃迁。今天，苹果仍在坠落，它已经推演出了每一场物理的因果。苹果的第2次坠落，正在见证一个新的时代。大家看到了，300年前，一颗苹果砸中了牛顿，他读懂了物理，开启了牛顿力学的时代。那今天呢，一箱苹果落地，轮到 AI 来读懂物理，物理 AI 的时代要来了。那物理 AI 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物理 AI 就是让 AI 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物理世界。那在它的支持下，自动驾驶也可以真正的读懂、预测并且适应物理世界。那么肯定有观众就会问了，这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回答就是，物理 AI 呢，对用户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更好的解决辅助驾驶领域那万中无一的罕见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前车突然掉落货物，可能是路边突然打开的车门，还有可能是路面飞来的一个塑料袋。但不管什么样的场景，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用户来说都很重要。这万中无一的罕见问题，是辅助驾驶从无用时刻到高光瞬间的切换开关。这万中无一，还是用户和智驾建立起信任的那一层窗户纸。这万中无一，对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辅助驾驶来说，是必须满足的底线，也是必须攀登的高分。那带着这样的思考呢，我们带来了 R7强化学习事件模型，为万中无一的罕见场景而来，带来万无一失的守候。简单来说呢 ，R7就像是一个物理 AI 的老车手。首先呢，想要开好车，就得先懂物理常识。我们通过事件模型辅助监督，给人工智能给 AI 一个预测任务，在这个任务的驱动下呢，它自己就能悟出来一系列的物理常识，包括了物体的属性、运动、因果以及潜在的交互。而Momenta呢，从100亿公里中提炼出来的1亿黄金数据，
也为 R7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物理特征库。R7呢，也因此可以更好地理解物理常识。那在读懂物理常识的基础上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还提供了一个符合物理规律的练兵场。那在这里呢 ，R7可以针对同一个场景做平行的推演，推演不同行为带来的不同的结果。环境会根据奖惩机制反馈打分，R7再选出最优解。一句话总结 ：R7先理解物理常识，然后在物理练兵场里不断推演，试错后再行动。而这样呢，能为在座的各位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的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为消费者带来了3大独特的产品价值。第一，预判有迹可循的危险，能够更安全。第二呢，理解姿态与空间，更安心、更舒适。第三，把握时空窗口，更高效、更丝滑。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预判有迹可循的危险。那我们来看一支视频。对，这就是很多老司机开车都怕遇到的开门杀。但是呢，在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的眼里面，开门杀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来，一起看看。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识别到路边的临停车辆，R7准备进行小幅度借道避让。此时前车车门突然打开，自车预判车门全开角度，调整方向盘进行更大幅度的避让，在识别到行人姿态的瞬间进行减速，安稳通过。大家看 ，R7看到的车门微开，它就能预判到车门将会完全的打开，以及乘客会下车。这就是 R7的独特之处，它可以基于运动的因果来做预判，在万中无一的罕见场景中识别那有迹可循的危险。那看完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下一个例子。这里能不能给点掌声呢？这真的是万中无一的场景，也是开场短片中的答案。一箱苹果落地的瞬间，在物理 AI 的脑海中就已经预测到了接下来的过程。箱子落地，预判货物会变成障碍物；看到了苹果散落一地，就预判到了苹果会铺满整个车道，形成潜在的威胁。所以呢，一箱苹果刚落地，我们的 R7就迅速地规划出了合理的避让区域。这就是 R7基于物理属性、运动因果和潜在的交互的综合预判。凭借对物理世界的多重理解的能力 ，R7的产品表现更加的安全。那我们在数据维度上，我们在车道内避让、分流等关键性的场景上的安全指标 ，R7已经达到了3到5倍的性能的提升。可能有朋友会问啊 ，R7这么会预判，那会不会过度敏感，反而有一些误判呢？这是一个很好担心啊。但这也正是 R7的擅长的项目，因为懂物理，所以能看懂姿态和运动状态。哪怕它们再细微 ，R7也能判断得非常准。不该杀的时候绝对不会乱杀。数据上来看的话 ，R7的物制动的指标也优化了3倍以上。对姿态和运动状态的精准把控仅仅是开始。R7在空间上的把控更加的令人惊喜。那让我们再来看一组万中无一。又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拥堵路段，前方不仅右边有临停车，连马路中间都停着车。这时问题来了，如果是你开车，走左边还是走右边？相信绝大多数人凭着直觉会下意识感觉左边空间大更好绕。来看看R7怎么做。R7似乎早就下了决心，毫不犹豫的右侧通行，丝滑绕过这个白车和前方空档。这时才看到，前方路中线是一排水泥墩，
如果走了左边，这时候肯定逆行吃罚单。那么 R7是什么时候就决定好走右边呢？原来在这里，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前方的水泥墩，而 R7凭借强大的物理常识，能理解这意味着走了左边就会被水泥墩挡住，无法绕回原车道，因此果断选择右边，更有先见之明。对，我们的同事也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给 R7起了个外号，叫做“空间利用大师”。对空间的细节的理解和利用啊，R7确实是大师级别的。但这个还不够，真正顶级的物理 AI 的老司机、老车手，不仅要懂空间，还要更懂时间。时间加空间共同组成了一个时空的窗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瞬间和空间能让你通过的时候，如果一旦错过了，就走不通了。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远处有对向来车，发现有空位可避让，避让成功，快速起步，看能不能避，漂亮。哎，可以。等所有车辆通过后，顺利驶出。怎么样？我们的R7的表现是不是还不错？让我们再看2个时空窗口更小的场景。这个呢，我们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道路很窄。这时候呢，前方有车，为了防止卡死，我们驶入右侧的豁口停车等待。同时注意呢，我们后面还跟了一辆车，R7前后兼顾，既完成了会车，同时也为后面的车留出了充足的空间。这就是对时空窗口的利用。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场景啊。同样是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我们早早的就发现了远处对向来车。如果错过了这个豁口，再往前一步，就会面临在小路中卡死的尴尬处境。我们在这里停车等待，注意，对向车还没完全通过的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起步。这种对时机和运动因果的判断，也是R7最擅长的场景之一。我们的R7呢，懂空间，懂时机，更能将两者完美的融合，从空间利用大师升级成为时空利用大师。下面刚才不是最后一个，下面我们再通过最后一支视频，再看看 R7的精彩表现。大家注意看，远处前方有2个骑行者，而我们的左边则是一排塑料桩。骑行者姿态可以说是飘忽不定。就在下一秒，2个骑行者交换位置，想给我们让出空间，但此处并不具备绕行条件。但是前方唯一的空档即将被对向车堵住了。这时神操作出现，我们压速等待，利用这个转瞬即逝的时空窗口绕过骑行者，并回到原车道。怎么样？我们的 R7牛不牛？那看完这支视频呢，大家应该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 R7独特的时空利用大师的能力。从数据上来看，当前 R7避让综合性能的提升已经有3倍以上，其中车道内避让的能力更是提升了5倍，让我们在物理世界中更加的游刃有余。上面的万中无一只是一小部分，R7凭借着强化学习世界模型带来的能力，我们可以预判危险、安全安心，也能避免误判、平稳舒适，更能抓住时空机会、高效丝滑。R7既能守住万中无一的安全底线，也能进一步提升体验上限。值得一提的是呢，摩门塔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也持续在摩门塔 L4级别的产品场景中不断的打磨、验证、迭代，并且反哺量产产品。可以说 ，R7也是按照 L4级别标准来打造的物理 AI 老司机、老车手。
，R7也将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应用到 L4的运营实践中。值得一提的是呢，R7是全球最先在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的方向上取得量产突破的物理 AI。讲到这里呢，我也非常高兴地再次宣布，上汽大众 ID ERA 9X 将全球首发搭载 Momenta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我也宣布 R7先锋体验即日开启，我们将跟上汽大众一起邀请部分大众 9X 先锋媒体及用户率先感受什么是物理 AI 上车。2026年，Momenta成立刚好10周年，这10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践行更好的人工智能、更好的生活。今天我们和上汽大众一起把这件事情往前又推进了一步。300年前，一颗苹果落地，开启了牛顿力学的时代。那今天呢，一箱苹果滚落，物理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Momenta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物理 AI 现在上车了。好，谢谢大家。好的，感谢徐东，让我们看到了懂物理的 AI 智驾可以带来的能力。这一次，懂造车的上汽大众遇上了懂物理的 Momenta， 给到用户的是一个更加丝滑、更加高效，也更加安全的智能辅助驾驶体验。目前ID ERA 9X 的 R7上车测试已经接近尾声，即将通过 OTA 正式推送，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信息。我们始终认为，智驾最终比拼的就是持续进化的能力，不断突破人类的现有水平，最终全面超越。而 R7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把这个能力一步一步做实，持续进化，打开通往未来的想象空间。我想，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进取心，同样是大家选择 ID ERA 9X 选择我们的理由。预售订单突破5位数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做了用户的分析。去看一看这些订单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为什么选择我们？首先说一说意料之中的部分，我们的车的确打动了很多家庭用户，他们对大厂品质和实用配置都有更高的要求。他们买车不是冲动消费，是认真负责的在替全家做着决定。被反复验证的 EA211 黄金增程器和扎实可靠的行云智能底盘，给了他们取悦自我、照顾家人的坚定底气。然后呢，是意料之外的部分。在复盘数据的时候，还有2个数字让我们特别的振奋。第一个数字是52%，超过半数的下定用户是20几岁、3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生长在互联网时代，见多识广，却在多方深度比较之后，坚定地选择了我们的车。第2个数字是21%。这是目前女性用户的直接占比，但是我敢说啊，如果把那些老婆点赞、老公下单的决策算进去，这个比例绝对不止21%。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看这些用户朋友都是怎么评价我们的 ID ERA 9X 的。云 C 还是云7呀？7 ，stop。
7C 那个7，最打动我的点是它的云栖智仓，空间够大，科技感非常的好。9X 搭载了Momenta最新的 R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真是超乎想象。我看中 ID ERA 9X 的原因是它的动态零重力座椅，坐上去之后我感觉整个人很舒服，腰部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了，有一种被座椅稳稳拖住的安全感。9X 的智仓超乎我的想象，也更加方便我们全家一起的这种出行和出游。我在跑高速的时候，就120的时速的巡航，还是说我125我想去超车，它发动机这个增程器介入的情况下，它这个噪音控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我对这个车的需求一定要底盘稳，觉得现在油价也比较贵，就我对用油、用电这个用车成本我很在意，这个是我们最终的选择，我也很满意。又科技又可靠，带家人来试驾后呢，我毫不犹豫地选择锁单了，想早点提车。我想带着全家人一起一路自驾。什么是颜值呢？就是比较就是它最打动我的呢，就是它一个均衡，没有短板，打死。自驾游啊，到处往山里跑啊，人迹罕至的地方走，是一个户外的一个爱好者。ID ERA 9X 打动我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行云底盘，长续航的车，可油可电的车，是我需要的一台车。相信大众的100年品牌历史，包括终身质保，让我们的心里面很有安全感。到底有没有一台车既安全又能操控，还有这种智能化东西呢？通过试驾，它还是保留了传统燃油车的那种操控、那种安全感，这一点就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就即将成为第一批上汽大众 ID ERA 9X的车主。超乎想象的从容，超乎想象的安全、安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用户会因为不同的理由喜欢上 ID ERA 9X， 而大家最后愿意选择它，终究是因为这台车让人觉得靠谱、觉得放心。大家选择的既是这台车，更是那个依然懂用户，也依然值得信赖的上汽大众。对万千的上班族而言 ，ID ERA 9X 给到的是难得的松弛，一键开启行云智能辅助驾驶，上下班通勤不再是一种负担。对于长辈而言，是体面和舒适。或许长辈们不懂什么是智能化，但他们懂什么是冬暖夏凉。ID ERA 9X 智能晚风空调和智能温控座椅，照顾的就是这种最朴素也最真实的舒服。对于女性用户而言，是从容和掌控。很多人问，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订了这么大的车子？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然大，但并不难开。我们搭载的后轮转向行云智能底盘，让大车也有了小车的灵活，窄路掉头、侧方停车不再挣扎。再加上遍布全车的随手可及的贴心储物空间，包包、口红、高跟鞋各归其位，生活不再手忙脚乱。对于宝爸宝妈们而言，是安心与守护。开车上路啊，最怕孩子闹腾。现在方向盘上面一键激活舱内后视功能，让你眼观六路，你再也不用一边开车一边频频回头，让安心终于可以真正的落到实处。我们也为爱宠人士准备了惊喜，宠物模式让铲屎官们出门办事儿也能带上自家的毛孩子。一键开启宠物模式之后，车内自动调整适宜温度，让毛孩子独自等待的过程当中也能享受家一般的自在。当然，对于热爱驾控的用户朋友们，它就是那个让你一上手就很有感觉的 Dream Car。黄金增程和行云底盘带来的操控的快感，时时刻刻在线，从不缺席。无论是谁，都有坚定选择 ID ERA 9X 的理由。这才是一台真正成熟的大众旗舰该有的样子。在这里啊，我再分享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数据：截至目前 ，ID ERA 9X 61%的下定用户来自其他品牌。这个数字说明，这次我们所打动的不只是大众的粉丝，还有很多原本在看其他品牌在做比较的用户。他们在不断的对比中，想要的是一台更加完整、更加均衡、值得长期托付的完整体。而这一次，他们终于等来了我们全新的满级旗舰 ID ERA 9X 的到来。而在这么多的用户里，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来到了现场，他也是我们上汽大众的老朋友了。有请江南春先生上台。非常高兴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南春哈今天来到这里呢，不是以嘉宾的形式在台上，而是一个用户
一个准车主的身份，跟大家聊聊我为什么去关注 ID.ERA 9X， 也为什么最终选择它。这些年呢，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管理很多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车，所以我给公司买过很多车，做了很多的主。但这一次不太一样，就是我这辆车是给家人买的，给自己买的。我觉得给自己买呢，很重要的问题，这跟公司不太一样。公司买车呢，主要是什么用途啊、配置啊，甚至还要看看这个很多的这种接待啊等等用处。自己买车呢，我觉得看的是一个更加实际的事情啊。第一个，自己开着，我礼拜六、礼拜天是自己开的啊，1、2、3、4、5是有司机的。那么开着呢，是不是省心？第二呢，很重要的问题是家人坐着是不是很舒服？所以不得不说啊，今天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啊是特别的卷，卷呢卷屏幕谁大，卷的冰箱啊谁更冷啊，卷谁的老板流量大。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呢都是在市场上看过很多车的人，实际上也坐过很多车。你每天经常在路上跑的人啊，对这些花里胡哨的这种彩电、沙发这种屏幕的，我觉得已经早就免疫了。到了我们这个阶段，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买车就跟做企业是一样的，要买一个什么呢？一定要买个确定性。现在很多买车有点像充满不确定性的盲盒一样，你是要选择一台没有短板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它6边形战士，你既要有效率，也还是要安全，最后呢还要体面啊，你要有这种绝对的底气给到我。我觉得真正的成熟的消费者啊，是那些噱头对我们来说都不太重要，我们主为靠谱买单。ID.ERA 9X 我就是那个给我这种很稳的这种答案。特别如果问我就是说 9X 啊，刚才我也在细心的听大家都在讲，我说如果我开始 9X 最打动我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智驾。这次我的 ID.ERA 9X 跟 Momenta 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表现超出了我的很多预料。我看过很多的智驾，现在呢，你在城市里开车呢，有时候是一种精神消耗啊。这现在中国的这个城市道路都很复杂，我在上海，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会儿呢，上海有很多弄堂，也有很多人加塞，有很多电瓶车穿来穿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9X 的这个行云智驾给我的感觉是，它完全接住了你的焦虑感。现在刚刚这个曹总跟我们分享，我开始理解了他为什么他就是感觉他的很丝滑，他的变道效率很高。我觉得他是原来是在一个世界模型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是在新的 R7的世界模型下强化学习过。你等于说在物理 AI 的这种理解当中，我觉得这是个新一代的东西。所以我就对用户来说呢，因为这个物理 AI 的存在，我觉得上了车之后呢，省心和从容。第二个呢，我也特别认同，就是刚才说的黄金增程，本身没有焦虑，续航里程1600多公里，然后纯电也有400多公里。我觉得自己买车更重要的问题是看这个驾驶的体验感。我觉得大众一直什么发动机之王嘛，所以我觉得大众你可以发觉在发动机机械素质上，那肯定是全球最领先的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以前也看过很多增程车有电的时候很好，就怕它是亏电就不对了，油耗高了，噪音大了，动态的状态当中也比跟以前差很远。我觉得这 9X 这套黄金增程我觉得没有这种落差。我特别在意在亏电之后，我试了一下车，动力非常充沛，而且非常平稳。而且呢，我觉得这么大一台车我有时候呢因为开车少了，礼拜六、礼拜天开一开，所以水平不那么高了。就是这大的车有时候掉头呢，好像也觉得挺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车因为它有后轮转向，而且有行云底盘，指哪打哪，所以我觉得特别灵巧。对我自己来说，这种操控感很重要。那对了呢，我觉得我的家人试坐了之后我觉得表扬一下这个 9X 的云漆的座舱。我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智能温控的座椅，它这个座椅腰部都能单独加热。我觉得家里的老人家就觉得这个特别称心。我觉得这种真实的感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毫不犹豫就下单下了 9X。有人说这是个盲定这个盲定会不会做个小白鼠的我觉得恰恰相反，这不是冲动，我觉得这是最理性的一个战略判断。现在的车市很多品牌呢也像放烟花一样，看起来很绚烂，但我们这种呢看过很多车的人，其实心里没底。我觉得好处是上汽大众，我说造车它不是一个100米比赛最后一次冲刺，它是一场马拉松，是吧？我觉得花哨的配置呢，可能一时之间好像你有抓了一下眼球，
但是真正扎实的底盘、严谨的这个德国工艺，还就刚刚看到了安全的冗余，别人做比如说110公里，我们做140公里急刹，刹停它。那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时间的复利。第二呢，是一种对安全的信仰。我的很重要的问题是，盲定不是因为这个车有多新，我觉得它稳妥，得给你心里很有稳的一种感觉。我相信大众的底色，所以你其实选一辆车是把你们全家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一定要交给像近100年的这样的造车体系。我说这不是个盲定，它是一种顶级的信任的交托，是一种托付。好，这就是我选择大众9X 的理由。所以呢，也谢谢大家啊，期待大家一块儿一起行动，谢谢。感谢焦总说得很实在啊，一台车的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下定大众9X 的理由。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交给用户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请看大屏幕。我买过8台大众，9X 呢是你的第9台。之前一直开的是咱们上汽大众的帕萨特，算是老粉了。我们家呢有一台桑塔纳3000，还有一台大众朗逸，这2辆大众车陪伴了我18年。从第1辆车、第2辆车都一直是开的是大众的品牌的汽车。我之前那台车是上汽大众纯电动车 ID.6X， 是一个7座款。一直买的是大众，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买。真正打动到我这台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大众100年车企底蕴的造了一台新车，区别于传统大众，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体现更多的科技感，为我们驾驶人员以及乘坐人员考虑的一些舒适配置。这次试驾9X， 一开始手还搭在方向盘上，感觉特别紧张。跑了10分钟之后，它比我自己开的还稳。它的空调，它吹出来的风很自然。它还首创了一个魔术屏，我女儿她是第一个发现的。4月25号正式上市之后，因为我属于锁单比较早的那一批用户，如果我提到了车之后，正好赶到5一，也希望带家里人去旅行。我呢就是大学学机械专业的，我觉得这个德国的机械啊很扎实，很精密。开的时候它能够这个身车合一，能够人车合一。我曾经也是宝马跟领克的车主。大众 ID.1 9X 这台车，它完全是权衡了这2个车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去年的春节，我带着一家人回老家，在一个乡村田野的小路上面，一个车速很快过来一辆车，我为了避开它，就车身形成了侧翻。大众这个品牌，这个质量、车身稳定结构，让我一家人免受了车祸和灾难。我认为这台车最吸引我的亮点在于它的双腔空悬、后轮转向，还有它那功不可没的黄金211增程器。所以我们大家一致决定要买这台车。ID.1 9X 真的好会，它有一个欢迎模式，每次我打开车门坐到车里，它都会说：“野叔，等你好久了，你终于来了。”大众9X 是真的靠谱，靠谱，靠谱，靠谱。大气、经验、扎实可靠、品质卓越、内外兼修、体面、大气、舒适、帅、酷、智能。I like ID.9 100分，超级大众，超乎想象。超级大众，超乎想象。超级大众，超乎想象。超級大眾，超級大眾，超乎你嘅想象。超級大眾，超乎想象。超级大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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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乎想象。感谢我们的用户朋友们一路以来的信任和陪伴，是你们让我们始终坚信，一台真正能够打动人的车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否能从生活出发，听用户所想，回应用户的所需。我相信
这就是大家坚定选择我们、选择 ID ERA 9X 最真切的理由。刚刚视频里边出现的用户朋友们，今天也有很多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请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讲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应该也已经感受到 ID ERA 9X 不只是一台能够承载生活的车，它更是一台可以承载想象力的车。3月底的预售会上，我们官宣了和《星球大战》的 IP 联名。5月22号，《星球大战：曼达洛人和谷谷》的大电影也即将上映。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届时走进影院，一起去感受这部全新作品的魅力。今天啊，我们也特别带来了一支 ID ERA 9X 和《星球大战》的联名视频和全新的定制改装车，让我们看看当大众旗舰驶入星际会碰撞出怎样的想象力。Strap in. Hey, never touch the buttons. 各位时代领航者，系统已就绪，我们即将穿越星海，奔赴星辰。欢迎踏入时代新境，智行之旅自此开启。超级大众遇上遥远星系的传奇。 我们把这一份超乎想象的惊喜送给所有选择大众、热爱星战的朋友们。距离上一部星战电影上映，刚好过去了整整7年。巧的是，7年前，大6座 SUV 的市场里，第一台增程产品上市了，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品类。这7年是市场风云变幻的7年，我们见过浪潮翻涌，听过质疑喧嚣。 这7年，时代不断地抛出新的命题，行业也在新的一轮浪潮中重写答案。而这7年，上汽大众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今天，站在新能源的赛道上，面对所有期待的目光，我们给出最坚定的回答：我们来了！我们一直强调人本科技的理念。 就是要关注消费者需求的本质，不玩噱头，不搞套路，更不会过度营销和车子一起做俯卧撑。我们欢迎大家一起从用户真实的需求出发，一起为用户卷更高的价值，卷更好的体验。昨天我们的 ID ERA 9X 非常忙，
全天都在接待来自于各个品牌的大佬，其中呢就包括李想同学，他对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就有请陶总为我们揭晓 ID ERA 9X 最终的上市价格和用户权益，掌声有请陶总。有请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陶海龙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陶海龙。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大众，选择9X？我想答案不仅在9X 这台车本身，更在于大家对上汽大众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理念的认可。在新能源时代，技术可以快速迭代，产品可以不断更新，但我们对品质的敬畏，对用户的负责，对造车初心的坚守，40年从未改变。我们坚持大厂品质，坚持德系标准，坚持长期主义，把每一台交给用户的车都当作一份郑重的承诺。我相信，这也是那么多年来用户选择我们的理由。甚至很多用户在9X 还没有公布最终售价的时候，就坚定地选择了我们。此刻，为了回馈用户们的信赖，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大重磅上市权益。首先，终身质保礼，上市期下定 ID ERA 9X 的首任车主，整车终身质保权益我们免费送。第二，高定车漆礼，我们在预售期间推出的4款高定车漆，深受用户喜爱。这项权益，我们决定再送1个月。也就是说，5月31日前下定的用户可以享受这份权益。第三，自行守护礼，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心地使用辅助驾驶，我们为每位车主提供了辅助驾驶无忧保障险。这项权益我们免费送。第四是奢享升舱礼。我们特定制了高端品牌的原装踏板，那么让各位车主和家人上下车更加从容。今天我们继续免费送。第5，超级置换礼。预售以来，我们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很多来自其他品牌的车主都表达了对 ID ERA 9X 的喜爱。刚才李金总已经讲了，61%来自于其他品牌。所以，今天我宣布，面向所有品牌的车主朋友，推出超级置换礼1万元。不管你开的是大众车还是其他品牌，增购或者换购都可以享受这份权益。第6是自有同行礼，为了答谢支持我们的老朋友，所有大众、奥迪品牌的车主，凡是
增换购 Max 或者 Ultra 版的车型，可以额外再享5000元的优惠。刚才李金总给大家分享了许多选择 ID E-Line 9X 的原因，现在我再给大家一个选择我们的理由。我宣布 ，ID E-Line 9X 全系车型的上市价格为 ID E-Line 9X Pro 4驱版，官方指导价30.98万元。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Max 4驱版，官方指导价为33.9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万元。Ultra 4驱版，官方指导价为35.98万元，限时权益价34.98万元。算上人人都可以享受的置换金1万元，我们的限时权益价比预售价格整整下降了3万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产品，亲爱的用户朋友们，你们满不满意啊？谢谢大家，还没有结束。为了提升大家的购车和用车体验，我们额外为大家准备了2年零息或者最长5年的低息方案，终身免费基础流量，首任车主3年内每个月还有额外6G 的